传了整整2天，魏大勋和秦岚的恋爱瓜终于落地了。一大早，媒体曝光了魏大勋和秦岚约会的视频。先是魏大勋驾车接到了带着行李的秦岚，两人随后一同进入酒店，并疑似同住一个房间，并未出门。第2天，魏大勋与秦岚换了身衣服，并肩出游，两人都戴着帽子和口罩，十分低调。但等走到人少的时候，秦岚还是没忍住，主动挽起了魏大勋的手臂，娇羞的模样也全面透露出了两人恋爱的事实。对于魏大勋和秦岚的恋情，尽管前2天就有了爆料，尽管两人之间差了整整10岁，但亲眼看到两人约会的画面后，网友们还是不免感到震惊。这其中有大方接受送上祝福的网友，也有仍然无法理解不愿相信的网友，但绝大多数大家都在好奇，魏大勋到底是凭什么能一次又一次的俘获姐姐们的芳心呢？没错，回顾魏大勋的恋情史，秦岚已经是他第3段姐弟恋的女主角了。最早是在2013年某天夜晚，魏大勋被拍到与大8岁女星马苏同框的画面，随后两人被曝恋情稳定，见过了家长，就差结婚领证了。不过这段恋情在2014年由魏大勋本人亲口转发否认了，包括马苏经纪人也同步发声，才让此事逐渐不了了之了。在马苏之后，魏大勋另一段绯闻就是与大3岁的杨幂了。与杨幂在一起的消息最早曝光于2019年，当时有网友在线下偶遇魏大勋带着一名女子，并穿着同款鞋子一起逛展览，而种种细节显然该女子身份疑似杨幂。而之后的1年时间里，魏大勋和杨幂也是多次被拍，比如戴着同框帽子进入酒店，杨幂到上海探班魏大勋并一起吃冰淇淋，甚至后来两人还一度传出了同居的消息。只不过两人在去年还是传了分手，至于原因，至今没人能够真正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当然，话说了这么多，这无非只会让更多人感到疑惑了，其貌不扬的魏大勋到底何德何能？而说到这，围绕在魏大勋身上的3个恋爱疑问，也是时候该解开了。第一大疑问，魏大勋为人究竟如何？他凭什么能够突出重围，让一个又一个事业型女星折服呢？在这个颜值即正义的时代，无论男女，第一眼显然是两人是否交往下去的敲门砖。众人评价魏大勋其貌不扬，那是相对于演艺圈来说的，即使抛开这层明星滤镜，他也完全在及格线之上，说好听点，那也得是丑帅类型的。其次，对于娱乐圈人士而言，帅哥美女见得多了，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对颜值这方面有所免疫了。故此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，魏大勋吸引女星的条件，为人性格绝对是排在颜值之上的。幽默感是魏大勋的杀招。我们都知道魏大勋是演员出身，但因为其作为东北人自带的幽默和搞笑细胞，让他逐渐成为了一名综艺咖。而且魏大勋的幽默并不是伪装或是强行立起来的人设，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上，他皆是如此。就好比在与秦岚合作关于唐医生的一切过程中，花絮中就能看出两人配合起来非常合拍。魏大勋常常逗得秦岚 NG 笑场，小粉拳砸他胸口都是常规操作。包括在剧集播出的采访中回忆起两人拍摄的那段时光，秦岚直言魏大勋给她带来了很多快乐，常常在片场笑到后槽牙都出来了。秦岚在圈子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看人肯定是准的，何况两人都是东北人，天生就有磁场加持，懂女人爱女人是魏大勋的加分项。很多观众一直都对魏大勋很有好感，即便他长相确实一般，但除了天生的幽默感之外，他更有分寸感以及担当。出道这么多年，魏大勋与女明星相处的时候都保持了相当的距离，当然这不是怂，而是尊重。包括与杨幂之间，他从小就喜欢上了杨幂，对杨幂是发自心底的，从为人到演技等各个方面的欣赏。魏大勋也是一个充满保护欲的男星，之前与杨幂参加综艺的时候，肉眼可见每次他都会保护身边的女性，每次发生危机情况时，其他男性下意识是躲开，只有魏大勋想着保护身边的女生。最重要的是，魏大勋这张嘴不仅真诚，而且很甜，很懂得撩拨女人的芳心。就像是与秦岚的采访提到对秦岚的初印象，他回答的是《延禧攻略》里的角色，这样的回答对于秦岚而言是很加分的，因为这代表着魏大勋真正了解过她，而不是随便的敷衍。另外，在被提问对秦岚的印象时，魏大勋的回答是，她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。说真的，当别的男星处处踩雷的时候，魏大勋这种处处加分的男人在旁边不心动也真的很难。第二大疑问，魏大勋家庭背景究竟如何？为何所有恋爱对象都与他感情稳定呢？从马苏到杨幂再到秦岚，我们可以看见的是，魏大勋感情经历不算太多，但每一段感情似乎都比较稳定。
远一点的马苏就不说了，至少就杨幂这边，两人从2019年开始曝光，2021年才宣告结束，这其中至少2年的恋爱时长，足以说明两人之间是有所契合的。而秦岚这边呢，虽然恋情刚刚曝光，但看到秦岚对魏大勋如此主动又娇羞的小女人模样，可以判断秦岚应该是走了心了。而在这个年纪仍然让秦岚有此现象，魏大勋这魅力，怕是远比想象中还要大。说到这儿，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些现实问题了。即使是娱乐圈，其实也讲究门当户对，选择一个好的、合适的对象都是很重要的。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女星希望嫁豪门，又有那么多情侣因为家庭因素而分道扬镳呢？说到这一点，其实魏大勋的家庭背景早就有曝光过，其父亲名为魏少林，在吉林当地做房地产生意，手底下拥有18家公司。说简单点，魏大勋如果在娱乐圈混得不好，是要回家继承家业的。之前魏大勋参加综艺节目做家务的男人时，有一期是回东北老家，当时他奶奶一个人就住在面积极大的豪宅独栋别墅中，装修也是金碧辉煌的。当然，如果仅仅只是家庭条件好，这也远远不够的。其实看过魏大勋和父母的那档子综艺的观众，就能深刻的察觉到魏大勋家庭的和谐，父亲可爱逗趣，母亲善良温柔，魏大勋在家里始终都处于有爱的氛围中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基础之上，魏大勋的家庭背景也是给他恋情很大的助力，至少秦岚完全不用担心会跟魏大勋的父母有什么不和了。第3大疑问，魏大勋为何如此钟爱姐弟恋？选择姐姐型女友对他有什么意义？犹记得在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时，魏大勋被英采儿问到自己的择偶标准，或许是为了避嫌，他回答得很笼统，只说要选择一个不限制他花钱，并且要会主动表扬他、鼓励他的人。魏大勋这回答毫无疑问指的就是年少恋。其次，关于杨幂的事情，同样是英采儿拿杨幂跟 Baby 比，他会选择杨幂；拿杨幂跟迪丽热巴比，他还是选择杨幂。这里倒也不是说他非杨幂不可，但仔细一算，提到的这些女星里，好像也唯有杨幂比他年龄大上一些。至于魏大勋为何如此中意年少女友，个人猜想跟他的童年经历也有关系。魏大勋曾在节目上透露过，自己初2那年就胖到了200多斤，那时魏大勋父亲就觉得胖成这样，学习再好也没有用，于是父亲就逼着他上北京减肥，健身了1个月，下到195斤。说到这里，魏大勋又提到自己中学的时候就因为很爱玩电脑，没少挨打。现在魏大勋还记得被打的画面，父亲对他又是扇巴掌又是按在地上一顿踹，下手很重。魏大勋当时回忆起这段经历时，看起来有点云淡风轻，但他把细节说的那么满，足以说明他是很在意的。其实这也透露出了另一个隐藏的意义，魏大勋缺乏主见，他需要有人鞭策，或者说习惯了被人照顾的感觉，所以说在爱情方面有这样的选择也就理所当然了。当然说了这么多，其实这也并不能代表魏大勋在恋情方面的全部，只是同样魏大勋的选择和经历，显然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罢了。